Hello，大家好，2个星期不见，你们还好吗？今天的视频我们采用 Podcast 的形式，你们还是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关键词语的解释，并且在视频的最后，我们还是会一起回顾在今天的 Podcast 中出现的有用词汇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，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是针对那些有中级中文水平的学习者的。我会经常给大家准备中级水平的听力材料。在我的 Patreon 上，每个星期我都会更新 Chat in Chinese 这个板块和一些中级阅读材料。我 Patreon 的链接会放在今天视频的 description 中。如果你在寻找中级中文学习材料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和 Patreon， 谢谢你们。最近感觉非常懒散，没有动力做 YouTube 视频，再加上工作有点忙，回到家只想葛优躺。你们知道葛优躺是什么意思吗？葛优是中国一个挺有名的老演员，他在1993年的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里面有一个剧照是这样的：他躺在沙发上，两眼无光，啥事情都不想做的样子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用葛优躺来表示我累了，什么事情都不想干的一种颓废状态。比如你可以说，今天我累死了，现在我只想葛优躺。不过最近我跟朋友去看了哪吒2魔童闹海。我之前还在中国的时候看过哪吒1，觉得还挺好看的。但是我的老外朋友觉得很一般。这次哪吒2在北美还没有上映的时候，我就被我很多中国朋友推荐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。他们说这部电影可以让世界认识中国动画。而且在中国，哪吒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30亿。所以上周我就买票去看了。一是因为朋友们都说好看，二也是为了支持中国电影。我觉得去看哪吒的还是中国面孔比较多。我觉得确实很好看。一部电影2个多小时，哭哭笑笑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觉得中国动画不输国外的。比如说2015年的《大圣归来》，2019年的《白蛇缘起》，还有2020年的电影《姜子牙》，都是很不错的中国动画电影。而且电影故事都是改编自中国民间传说。虽然我觉得哪吒2很好看，也很推荐你们去看，但是我并不推荐用这个电影来学习中文，因为里面有太多仙啊、魔啊之类的词语，这些词语在现实中用得很少。想要学习中文的话，我挺推荐中国动画片《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》的，因为这个动画片讲的是中国一家3口的故事，比较贴近生活。你们在 YouTube 上搜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就会出来，有很多集，但是缺点是没有字幕。不过因为用词并不是很难，我觉得以你们的水平应该还是可以的。
在春节的时候，我和我表姐去听了一场音乐会，叫 The Butterfly Lover， 中文我们叫梁祝。我觉得这场音乐会就是为了中国新年准备的。梁祝这首曲子非常有名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小提琴曲。梁祝这个故事就像是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，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爱情传说。故事的主人公叫梁山伯和祝英台，所以梁祝就是这两位主人公的姓。祝英台是个聪明的姑娘，她女扮男装去书院读书。在中国古代，女孩子是不能读书的，所以祝英台需要女扮男装去读书。在书院，她认识了善良的书生梁山伯，两人一起学习3年，感情很好。祝英台暗暗爱上了梁山伯，但梁山伯一直不知道她是女孩。3年后，他们毕业了，回家的时候，祝英台请梁山伯来她家提亲。可惜梁山伯后来才发现祝英台是女孩的身份。这时，祝英台的父母已经把她许配给了富家子弟马文才。梁山伯得知后伤心过度，不久就病逝了。祝英台在出嫁途中路过他的坟墓，悲痛欲绝。坟墓突然裂开，他跳了进去，最后两人的灵魂就变成了一对蝴蝶，在空中自由飞舞，永不分离。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爱情故事。我为你们找到了这个故事的动画片，我把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的 description 中。如果你们感兴趣，可以去看一下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 podcast 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。懒散，形容人精神松懈，行动散漫，不振作。妈妈为了避免在退休后生活懒散，给自己报了一个舞蹈班。他是个懒散的人，不习惯按时上下班的生活。颓废，意志衰退，精神不振。我很不喜欢自己现在颓废的状态。自从高考失败后，他就一直很颓废。突破，超过，打破。这部电影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。人生就是要勇敢突破自我。经过长时间的努力，这项研究终于有了突破。改编，根据原作重新编写。这部电影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他的很多小说都被改编成电视剧。暗暗，私下，暗地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暗暗吃了一惊。我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学好法语。悲痛欲绝，意思是伤心的要死，指极度悲哀，形容悲哀伤心到了极点。听到女儿车祸的消息，他悲痛欲绝。
这是一个令人悲痛欲绝的消息。